建设了6年的雄安新区，为什么会变成一座空城？空城用来形容现在的雄安新区，再适合不过了。之前一直听到雄安的各种新闻，但是这个离北京只有100公里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建设了7年，国家投资已经超过了400亿。那现在到底建设成了什么样子了？我完全没有概念，以至于我一直认为一般人可能都不让进去。很多人说这里是鬼城，可能会烂尾。带着无限的好奇，这次我们决定开车去看看究竟，看看这个千年大计到底有什么不同。从北京呢到雄安有2条高速可以走，一个是京港澳，一个是京雄。这次我们选择的是京港澳高速，经过不到2个小时就能到达雄安。进入雄安后啊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如火如荼的工地和各种已经建好的空置的建筑。说实话，这里居住区的房屋建设还是很克制的，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小区普遍10几层甚至几十层的港式摩天楼来说，这里大多数的楼都是7、8层，最多也就是11、12层。很显然，这是要控制生活区的人口密度。但我们回到细节上，这些社区建的，我个人觉得并没有什么特色。很多房子的配色看上去就像是20年前的主流设计，且也没什么美感。而小区内只是有一些简单的绿化和楼间距的一些空间，确实毫无情趣可言啊！这让我想起来过去北京天通苑和回龙观的社区，密密麻麻的，看上去就像是一栋一栋的公寓楼，也让我想起了前苏联的建筑。虽然没见过，但是影视剧我们还是看的很多的吧。再来看看街道的布局啊，虽然我不是城市规划的专家，但也去过不少地方，包括我长期生活在北京啊，能够感受到交通设计缺陷的不便。雄安这个城市道路规划本质上还是跟北京一样。从我看到的情况来看，这种路网宽度、红绿灯的设置以及临街商业服务的设置，既满足不了汽车快速行驶的需求啊，也满足不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现在看起来干净整洁，但你真的住在里面啊，就是哪都不方便。我在这里呢，就不长篇大论去讨论城市规划的技术细节了。但凡你去过美国、日本、欧洲，你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不同，你就懂得我在说什么了。反正如果我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人才，除非房子特别便宜，或者工作必须，否则我一定不会长期考虑住在这种地方的。雄安新区首批雄才卡公布，3774人通过审核，其中38人通过 A 卡，588人通过 B 卡，3148人通过 C 卡。雄才卡持卡人在新区无自有产权住房的，可以按规定在新区购买商品房或者是共有产权房。那根据官方的宣传呢，中期希望引入600万高薪人才。这些人才是有标准的，第一，你要么是央企学校搬迁到雄安的人；第二，要么你就是高校优质人才；第三呢，就是积分落户了。反正我看了半天啊，除了他们回迁的村民，这个城市貌似对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太友好，也没资格在这里置业。来这里和移民到海外的性质也差不多。先不谈上面所说的居住环境是否友好的问题，购房资格我个人就觉得涉嫌歧视。假如加州也来个政策，只让硅谷大公司的人买房置业，或者对他们进行政策上的倾斜，你觉得这里能发展起来吗？
反正我知道深圳和浦东当时是没有近似于这种歧视性的政策的。当然，我觉得防止房地产开发过度投资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。但是如果真的想把雄安发展起来，各种类型的人才都应该有均等的机会，而不是把普通跟精英区别开来。雄安一开始构建的时候，主要有几个功能啊：疏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，带动北方经济，以及智慧城市的探索。那我就结合我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得，来聊聊这些目标到底是否能够实现吧。反正一家之言啊，仅供参考。疏解北京非核心功能，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北京之前的功能确实是非常多，经济中心、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教育中心等等等等。但是不一定要盖一座城去疏解嘛。全国不谈啊，河北、天津这么多地方都可以承接，为什么不转移一些产业和人到这些城市去呢？这个就很值得思考了。都不想离开北京，或者是这些城市接不下这些资源。还有，北京的很多院校资源，其实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肯定是过于饱和了。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非常明朗，未来高校合并减少以及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大势所趋，再到处扩建分校一定没这个必要。所以近期出现了一些院校，虽然在雄安划了一个区域，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分派师资力量过来。之前说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，但无论怎么努力呢，都只能是北京一家独大。河北和天津，甚至整个北方经济全部都依靠北京。北京也疏解了非常多的工业资源到河北和天津，但也没见到这些地方经济好起来。那现在再盖一座城，能好到哪里？我确实是抱以怀疑态度的。再说到带动北方经济的问题，我个人觉得真的不是打造一座城能解决的。北方经济的问题显然是政策执行的过于官僚，民间经济不活跃造成的。要打开这个死结呢，就应该尊重民营经济。无论你花多少钱造多少城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整个北方呢都不可能赶上南方。反正我看现在的雄安模式还看不到这方面有多少开放的政策。其实就不一定是雄安了，任意一个北方城市只要能够放开手脚，也许都有机会的。淄博最近的一系列做法，我个人觉得就很具有参考性，让民间活跃起来，尊重消费者的利益，经济自然就好。雄安新区的天上为什么没有电线，地下为什么没有井盖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常规的城市呢都是头顶支柱，脚踩大圆饼，一旦遇到恶劣天气，汽车基本上都得秒变船车，维修工呢一时半会找不到问题所在。但在雄安新区呢，就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因为雄安新区建设的一座地下城，水电气暖网等市政设施的管线全部都隐藏在这座地下城中，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。地下管廊呢，一共分为3层结构，最上面呢是物流层通道，用于无人驾驶汽车物流货运通行。也就是说，不只是电线井盖，以后可能连快递小哥都看不到了。中间层呢是用来人员疏散和通风设备安装的夹层，最下面呢则是4个不同功能的管线仓，满足未来城市所需的能源、电力、通讯、供水的传输需求。并且呢，现在的城市如果地下管线仓出问题，肯定要刨开来修。但是雄安新区有这样一座地下城的存在，就大不一样了。它能够快速检测到具体问题所在，这样就不会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了。怎么样？这样的雄安新区是你所期待的吗？最后一个是智慧城市，可能这次和我们来雄安的时间太短有关啊，也可能现在还没有真的搭建完成。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智慧城市到底智慧在哪儿，但是看官方的新闻报道，数字化、自动化、绿色环保、城市安全，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是所有城市都应该做的，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精细管理升级的一个大方向。我曾经去无锡的市政大楼参观过，他们10年前整个大楼就已经实现了能源的自给、智能管控以及回收利用了。当时我确实被那里的管理能力所震撼。现在呢，拿雄安来做实验也不是不可以，毕竟一张白纸画画成本更低。至于雄安会不会烂尾这个话题啊，但我个人觉得肯定不至于会烂尾。
虽然现在这里还是一座空城啊，但是全部资源投入在这里，政策也往里倾斜，比起地方上一些经济开发区或者高新技术园区要好很多。但你说这个发展会有多好呢？我觉得还是要看是否符合经济规律。深圳和普通的发展呢，都借力于当时国内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，得到了快速的成长。而雄安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经济环境，我都没有看到这样有利的条件，除非在雄安到了第3阶段，在政策上做出了更大的调整。当前的国内经济啊，其实就是各种行政政策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，大家的需求呢，超过了政府执政管理能力。如果要得到过去的那种发展速度，在开放和管理能力上必然需要更进一步，这就要看我们的管理者是否有长远的眼光和能力了。所以现在判断雄安是否会烂尾啊，还为时过早。希望整个雄安的建设呢，能够跟上国家的经济脉搏，让它起到更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。这次我们也到雄安看了一下当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。虽然雄安已经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，可我发现这里的村民还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，有趣且更真实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一个真实的雄安到底是怎么样吧，以此来结束我们的视频。老年人不免费啊，人人免费呀。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我的心里永远永远都是那么美，为了爱情流下伤心的泪，还把你追随，今生不能牵手牵着你。来世旧情你为我停留，来世旧情你为我停留。吹到哪里去？妹妹想着哥哥你，可知仙飞到哪里去？山在山顶，海线底，咱就找见个哥哥你。六月说风它就是地，你让妹妹心儿着了急。想和哥哥在一起，谁也就比不上你。不错不错。3天后吃下饭，慢慢你会想得。
快手。这才二人做夫妻，这个能吃播的。是在一起。